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丁，欢迎回来我们马桶人大战监控人系列的影片。这一期的视频呢，我们会来讲讲早期马桶人影片中的所有细节和彩蛋。仔细看的话，里面的彩蛋真的是多到爆炸。你们知道吗？作者为了早期的影片能够符合马桶人故事里的世界观，所以他也重置了第1到第4集。等一下我们也是会讨论原版和重制版的不同之处，还有他们的隐藏细节。影片最后我推理了一些细节，可能会颠覆我们对马桶宇宙的认知。这个视频我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功课和剧情脑补，所以也请大家帮忙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当然，如果接下来我有说的不好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原谅。好了，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集。原版的第一集呢，有一个拿着公事包的人一边跳舞一边走过，那个人就是 G-Man。外面洗手台墙上有张海报，那是 Tears of Fear 的 I Believe。Tears of Fear 是80年代非常著名的流行乐队，印象人的主题曲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也就是他们唱的。里面的墙上有第2张海报，她是70年代非常著名的英国女歌手 Kate Bush。现在我们来看重制版，重制版中可以看到外面站着2个监控人，在原版中的视角我们是看不到监控人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推断，监控人应该是比马桶人还要早出现，而且他们还在无时无刻对马桶人进行监控。小 G-Man 依然还在，可以看到在洗手台上多了一个旋转的人，他就是经典游戏 Half-Life 站立时空里面的主角 Gordon Freeman。再仔细看，2张海报都被换掉了，而且2张海报都好像是同一个人。先看这张海报，和 Gordon Freeman 是不是长得很像？而里面这张海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接下来出现的第1个马桶人。是不是很像呢？接下来我就称他为0号马桶人吧。作者应该是用 Gordon 来做0号马桶人的原型。外面这张海报应该是他还没有变成马桶人的样子，而里面这一张可能是他刚刚要被马桶吞噬，所以一脸惊恐的呐喊。至于是谁拍下他的照片，我有一个细思极恐的推理，这个我迟一些会说明。接着我们看第2集，在原版中，这里可以看到2个人在跳舞，他们分别是 G-Man 和 Gordon。电梯门外也有 Tears of Fear 的海报，电梯门打开可以看到第2张 Kate Bush 的海报。接着就是小便池人在唱歌，然后那个陪男朋友去厕所小便，然后变身的女小便池人也出来唱了一句，然后2个男小便池人就向他靠近，结果他就变成骷髅人。我们再看重制版，这里可以看到监控人又在出现了，远处站着一个阿拉丁神灯精灵，他张开双手朝着主角的方向冲了过来。电梯门内外的海报都被换掉了， Tears of Fear 的海报被换成了一只猫，而里面 Kate Bush 的海报也被换成了 Gordon 变成马桶人之前的照片。这只猫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我们迟一些也会看到它。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走廊上也多了这张海报？我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感觉他和作者是不是长得很像？先不猜了，不然等一下被打脸。接着也是一样，2个小便池人在唱歌。然后女小便池人出来，可是她唱的歌和原版的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先来听重制版的，然后再听原版的。听得懂英文的朋友大概都猜到了是什么意思。重制版他唱的是 Oh help me, please somebody， 翻译过来就是哦帮帮我，拜托谁来。而原版他唱的是 We ain't here to hurt nobody，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不是来伤害任何人的。可以看得出，这个陪男朋友去厕所小便的女生是和平派，反战争的。而在重制版中，她似乎也知道自己受到了威胁，所以她祈求希望有人来救救她。不过另外2个小便池人却不认同她的观点，所以就把她给宰了。这里我猜测，一些人刚变成马桶人的时候，可能本性都不坏，都是和平反战的，可是他们都不符合马桶人的宗旨，也就是要征服世界，所以马桶人就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人给除掉了。问题是，现在马桶人都好像还没有领袖，那么这个宗旨是谁设下的呢？这个我迟一些也会提到。我们来看第3集，原版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一堆人站在桥上，很惊讶着在看着什么东西。这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 Gordon 还在旋转。诶，他不是已经变成马桶人了吗？或许这已经不是 Gordon 本人了，是有人穿着他的服装。这个在奔跑的男人，他就是 G-Man 本人。这个时候他还是人类，
然后他跑着跑着就被巨型马桶人给压扁了。上空有人类的直升机飞过，应该是处于备战状态了。我们再来看看重置版，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逃跑，监控人依旧出现了。可以看到3个监控人双手交叉的放在胸前，往人群看着的方向看去。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摄影机监控人和监控人的运输车，镜头转向远处，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跳舞。拉近来看还是很萌，看起来又有点像监控人。这里有一个细节，这里的大马桶人和巨型马桶人的脸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马桶人在早期已经有强大的复制 DNA 的技术，怪不得后期复制技能像喝水那么容易。和原版一样，G-Man 在逃跑时被巨型马桶人压扁了。哎，你是不会跑旁边哈。这里还有一点，重置版的人类直升机不见了，不清楚作者为什么把它拿掉。或许这时马桶人还没有真正向人类宣战，他们只是出来游行吓吓人类。不过我还有更大胆的猜测，等下再和你们说说。而最后，巨型马桶人突然伸头攻击主角，这可能也就是导致监控人与马桶人战争的第一导火线。现在我们来看第4集，在原版中可以看到餐厅上的人都坐在马桶上，很开心的在吃大便。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全裸的男人，很开心的在享受他的午餐。Nice。然后他对面坐着的，哎，你在上一集不是被压扁了吗？怎么现在还好好的在这里吃大便？他就是上一集被巨型马桶人压扁的 G-Man。墙上有张海报，他是英国男歌手 Mitch Ure， 也是活跃于70、80年代。现在在看重置版，外面有一个漂浮在空中的马桶人，他的目光看向主角，似乎在策划着什么，而且他已经察觉到主角的存在。一个监控人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在外面跑了起来，好像要阻止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这里的细节基本和原版一样，大家都很开心的在吃午餐，只不过海报被换掉了。这个我猜应该也是作者本人吧。一个黑人很开心的在切开大便，然后马桶人就破门而入。他一进来就唱着 Skibidi 的国歌，忽然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变成了马桶人，然后陪他一起吃饭的女生也是一样。接着大马桶人登场，刚才那个很开心的黑人也变成了马桶人。他们变成马桶人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眼睛瞪得很大，整个头在不停的颤抖。目前也还不完全清楚触犯人类变成马桶人的条件是什么，是因为坐在马桶上，还是因为吃了大便，还是马桶人闯进来的时候被吓到了，又或许是3个条件同时触发。那个在外面漂浮的马桶人应该就是他策划了这次的袭击，要把餐厅里面的人全部都变成马桶人。而那个监控人或许他是想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才跑得那么狼狈，可是他最终还是晚了一步。现在来看第5集，第5集只有原版，目前还没有重置版。我们可以看到少部分人类站在桥上，然后人类军队朝着前方行走，一个人的手指指向了天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G-Man 和 Gordon 在桥下跳舞。哎，等一下，他在餐厅不是变成马桶了吗？第3集他被压扁，结果没事。第4集餐厅里面的人全部都变成了马桶人，结果他又没事。你搞到我好亂啊！仔細看的話，有可能 G-Man 當時還沒有吃到大便，所以無法觸發變成馬桶人的條件，結果他就逃走了。接着星球大戰的帝國進行曲播起。这里的马桶人也模仿了星球大戰的戰艦龍超空間抵達戰場時的片段。接着主角就被攻击了。Surprise, mother！ 重置版作者只更新到第4集，我不清楚接下来会不会有更新到第5集之后的故事。还记得我刚才在第3集的时候说人类的直升机没有出现，我有更大胆的猜测吗？我在猜会不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人类不是变成马桶人，就是变成了监控人。人类军队这个时候可能多数都变成了马桶人，这个时候也没有多余的人类来开直升机了。第二个可能是马桶人在那个时候没有正式向人类宣战。我们可以看到监控人一直在旁边监视，他们也没有完全进入备战状态。可以看得出监控人的手上是没有武器的，而且他们的交通工具也只是运输车。如果我说的这2个原因都是正确的话，作者把直升机拿掉也不奇怪，因为监控人是不会开人类的直升机的，毕竟他们的直升机比人类的直升机还要高科技，而且那个时候的马桶人还没有开始攻击人类，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出动任何的航空工具。现在我们来看第6集，这里是一家夜店，可以看到 G-Man 在里面跳舞，
海报上的是0号马桶人，后面还有蜘蛛侠。看来漫威宇宙和马桶宇宙是相连的。这里有看到的 Gordon， 人类和马桶人都在夜店疯狂的跳舞，似乎外面的战争与他们无关。不过，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因为马桶人 DJ 最后还是向主角扑了过去。在第6集的视频中，作者也有备注了，这个是 Wednesday Remix， 也就是他在致敬星期三的跳舞片段。我们来看第7集，主角向马桶走过去时，背景是 Gordon 和新角色 Barney Calhoun 在跳舞。Barney 也是站立时空游戏里的重要角色。这里主角第一次把马桶人冲掉了，就是拉了马桶人背后的冲水键。这里有一个细节，注意看马桶人旁边的冲水键好像被磨掉了。我们再对比回前几集，都可以看到马桶人的旁边是有冲水键的，不过在重制版的第3集后就被磨掉了。可能马桶人发现冲水键在旁边比较容易被冲掉吧，所以干脆把冲水键设计成用拉的，至少对监控人会提升一点难度。接着就可以看到 G-Man 已经完全的变成马桶人，而且是个巨型的马桶人。诶，他上一集不是还在夜店好好的跳舞吗？你搞到我好亂啊！我猜测可能第6和第7集的时间相隔会比较久，而在这段时间里面 G-Man 刚好吃了屎，触发了条件，彻底的变成了马桶人。来看第8集，这里有一个长得很像 G-Man 的人在跳舞，不过他应该不是 G-Man 了，毕竟他都变成马桶人了。少数的人类站在路边，而监控人和马桶人准备开打。后面可以听到2阵打斗声，一个马桶人偷袭了2个监控人，那2个监控人就倒在地上晕了过去，然后马桶人也袭击了主角。注意看，这个马桶人的旁边还是有冲水键的，会不会马桶人也是分成2个派系？一派是旁边没有冲水键的，一派是旁边有冲水键的。这个细节我们就暂时先跳过。然后我们来看第9集，马桶人为0号马桶人树立了一个黄金马桶雕像，看来是要向他致敬，因为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马桶人。主角把2个马桶人冲掉后，就把0号马桶人的海报用喷漆喷成了监控人的 logo。镜头转向另外一边，另一张大海报也被监控人喷上了 logo。然后可以看到一堆警察马桶人出现，可以猜测人类警察绝大多数都变成了马桶人。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集中人类的数量一直不断的在减少，导致了我们在后期几乎都无法看到人类的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人类一旦触发某些条件，一定会变成马桶人。至于监控人，目前原作还没有看到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大胆猜测，监控人也是人变的。监控人的数量到后面也越来越多，不太可能监控人原本就有一个固定的人数在那边。你们觉得呢？可以留言讨论哦。最后来到第10集，主角来到教堂，可以看到一个裸体人在他面前晃过。哪里？这也对应了第4集中和 G-Man 一起吃午餐的全裸男。教堂里有一张海报，它也是印着0号马桶人的海报。看来教堂已经被马桶人占领，教堂里的人基本上都变成了马桶人。然后就是神父马桶人出现。我一直在想，神父要触发条件变成马桶人的话，难不成他在教堂里坐在马桶上吃着一盘屎，然后马桶人进来就把他吓了一跳。Surprise！ 接着监控人就跑了进来，神父马桶人直接吞了一个。注意看他把监控人吞掉了过后，他的眼球就变成了红色。这可能说明马桶人把监控人吃掉了过后，身体会发生突变，能力也可能变得更强。不过幸好他最后就被冲掉了。好了，我们今天的细节彩蛋就先讲到第10集。还记得之前我说是谁拍下0号马桶人的照片做成海报吗？这里我有2个细思极恐的推理，接下来我会有剧透到后面的一些剧情。还没看到第55集的朋友，如果不想被剧透的话，可以先看了影片再回来。第一个推理，拍下这些照片的是一个监控人，而且这个监控人在暗中帮助马桶人。我们都知道，马桶人的阵营上，他们并没有手，
或者摄像机可以拍照，能够拍照的就只有监控人，所以他就拍下大量这些照片，做成海报来宣示马桶人的主权。那个监控人一开始就打算和马桶人合作，准备拿下全世界。或许他已经和马桶人谈好了条件，而马桶人也给他很大的好处。不过这个监控人的阴谋过了不久就泄露了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重制版中一开始就有监控人无时无刻地监视着马桶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监控人里面有内鬼，所以就派出大量的监控人不断地打探情报。第二个推理，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拍下照片的就是作者本身，也就是后面故事不断出现的神秘人。毕竟他是人类，他也有手拿相机。神秘人的初衷是反监控人的，因为某些原因，他不想自己也被改造成监控人，所以他创造了马桶人计划。马桶人计划也就是把人类改造成马桶人，目的是铲除所有的监控人，然后征服全世界。所以一开始马桶人有那么明确的目标，有可能就是这个神秘人一早就设下了种子。当人类一变成了马桶人，他们就会跟着马桶人计划的宗旨来行事。当然也有少数不被影响的马桶人。接着他就抓了 Gordon 做实验，在他成为0号马桶人前的那一刻，他拍下了他的照片做成海报，接着又拍了大量0号马桶人的照片贴在城市各处，目的就是向人类和监控人宣布战争已经开始。监控人一早就发现了马桶人计划的存在，他们想要阻止，所以派出大量监控人进行侦查和打探情报。无奈马桶人的传播速度实在太快，所以很快这就演变成了一场战争。我们看第47集，在 G-Man 打倒主角过后，神秘人走过来，他的表情很明显就不像好人。其实这个神秘人已经出现了很多次，我算了算，他应该在不同集数里出现了至少6次。现在我们来看看他曾经出现过的地方。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一直在暗地里帮助马桶人，准备酝酿一个庞大的威胁。作者把重制版的海报从歌手换成了马桶人，一定有它的含义所在。不过也可能是我过度解读了，可能等下会被打脸。那么你们怎么认为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想看更多细节彩蛋的朋友，请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有你们的支持，我才有动力去制作更好的影片。好，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部影片见，拜。